宋晨是何宇不得不放手的白月光。当初何宇创业失败，欠了债，被人泼油漆堵门锁。为了保护他，何宇让我亲自把他送回了老家。我心疼何宇，帮他还债，陪他打拼，终于能够跟他在一起。网上都说可怜男人倒霉一辈子，我不信。直到6年后，宋晨带着项目回来，把我一点一点从何宇身边挤开。后来我跟宋晨的丈夫坐在一起，看他们2人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真心。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会议室里，上台介绍进度的小姑娘给电脑插线的时候，不小心点开了微信。他们的小群里正疯传一张何宇跟宋晨在锦绣家园看房的照片，周围偷偷打量的目光如同无数细小的针，轻轻地刺过来，在皮肤下不断转动，带来持续不断的疼痛。2个月来被我极力掩盖的蛛丝马迹，在这一刻被所有人验证。小姑娘迅速关掉界面，忐忑地看过来。我面色如常，示意会议继续。哪怕到了此时，我依然记得何宇要求的泰然自若，只顾从容，仿佛被驯服的狗。何宇带着宋晨回来的时候，给了我一张商业园区的宣传页，告诉我他们挑好了新的办公楼。我看了眼地址，在锦绣家园对面。我拿出公司财务报表和项目进度，一条一条跟他说明这栋楼买不得。没说几条便被宋晨打断。冉助理，我这个培训项目可是跟大机构谈好的，只需要注册好学校，他们就会介绍学员过来，到时候坐着收学费，不比你带着人一个代码一个代码敲轻松多了。何宇同样不愿再听我说下去，我看着他们心心相印的样子，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锦绣家园的房子看得怎么样了？何宇笑着说：只是顺路陪小陈看看。我仔仔细细地看着他，没有身体一僵，没有表情一慌，他从容的仿佛不记得3个月前我问他婚房选锦绣家园好不好时，他笑着说好的样子。也不记得6个月前我拿到智通集团的大单子时，他兴奋地抱着我转圈。冉熙，等这个项目做完，咱们就结婚。回到办公室，我点开宋晨的方案，一段一段地加上批注，写上修改意见。我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可是宋晨兴奋地跟何宇讨论办公楼装修的声音还是不停地往耳朵里钻，眼眶一直酸酸胀胀的。我不停地告诫自己，这里是办公室，别在这里哭，别在同事面前软弱。方案发回去没5分钟，何宇打了内线过来，进来，立刻。我进去时，宋晨红着眼眶站在一边。冉助理，不好意思啊，你写的这些批注我看不太懂，要不你再帮我完善一下吧。何宇不悦，我是让你改，不是让你居高临下的给小陈挑刺。他一个外行人，你不能多教教他吗？何宇的脸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变得模糊。公司负债那些年，许多人都走了，就是我这个外行人看了上百个方案总结经验，一字一句揣测着客户的心思写了几百页的方案，才让何宇说了一句不错。但是宋晨，他只需要交出一份东拼西凑的东西，再娇柔地低下头告诉何宇他写不好，何宇就会吩咐我逐字逐句帮他改。智通集团的项目快要验收了，我没时间多教一个外行人。宋晨小心翼翼地瞄了何宇一眼，又低下头。那我还是自己看看资料吧。何总，我下周再提交，可以吗？何宇看着宋晨死死缠着衣角的手指，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他不会的，我来教，你出去吧。我控制不住发出一声冷笑，摔门而出。门内，何宇放柔了声音对宋晨说：“小陈，别跟我这么生分。”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心脏仿佛被人攥住一样疼。抵押了房子，帮他还钱的是我，拼了命的跑业务做项目，帮他把公司做到行业翘楚的是我。我以为自己守得云开见月明，却抵不过他的白月光，捏着衣角红了眼圈。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打开聊天界面，反反复复地输入删除，最终一个字也没有发出去。我不敢问他，我怕他告诉我他重新爱上了宋晨，我怕他不要我了。我找出一枚游戏币，那是我跟何宇第一次约会时留下的。我求了好久，何宇才陪我去了游乐场。我在上面划了2道，默默地跟自己说，如果这个正字写完，他还在为了宋晨伤害我，我就离开他。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帮何宇准备早餐，打扫办公室，收拾文件的时候，一张压得平平整整的信笺掉了出来。陌生的字迹写着：“我带给你的菊花茶，你一定要喝哦，你酒局太多。我还像以前一样给你配了枸杞补肝。”末尾是一个陈字和一个卡通笑脸。何宇进来的时候，我正捏着信笺发呆，他走过来要夺，我下意识地用力吃。你干什么？何宇慌乱地推开我，急匆匆地抢过信笺撕开的一角，趴在桌子上仔仔细细地对齐，拼好落款的那个陈字。我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心里的凉意和不安慢慢扩散开来。他在我面前哭过笑过，醉过狼狈过，可从来不曾像一个初恋的毛头小子这样慌乱过。他在我们的每一段关系里都那样从容，一切尽在掌握。何宇皱着眉看我，冉熙，我提了小陈做助理，这些收拾桌子的小事以后就交给他吧。我待会儿给你一个副总的任命，把项目这块管好就行。我不敢置信看着他，你不是说不信任其他人，只让我动你办公桌上的文件吗？也许是我脸色的太过难看，何宇靠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头，升职也不开心。你前2年不是总说当着我的助理去管项目细节，总被人背后说越俎代庖吗？现在小陈来了，你可以放心的去了，他跟别人不一样，我信任他。何宇还是那副从容的样子，带着安抚的眼神和语气，像曾经一样摸着我的头。那时候他说，你永远做我的助理好不好？这样每天早上都是我们的专属时间。我落下泪来。何宇，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我已经选好房子了，我们一起去看看行吗？他松开我，有点烦躁，摸西装口袋，掏出烟来点上，又推过来纸巾盒。等智通的项目做完再说吧。我垂着头，屋里一片安静。何宇打开早餐吃了2口，又赶我出去干活吧。开门的时候，宋晨等在外面。昨天阿宇说要给你升职呢，恭喜啊，冉副总。对了，方案我按照阿宇的意思改好了，应该没问题了，发给你了。总裁办公室的门缓缓合上，宋晨的笑脸在我心里慢慢跟何宇的脸重合在一起。6年过去了，好像他们还是当年郎才女貌的一对。我还是那个拿着文件在门外等着签字的小助理。我拿出那枚游戏币，犹豫了一下，刻了一道横。第3次了，何宇，我已经给你打折了，没有算信笺的事，可你还是只剩2次机会了。行政给我安排了独立的办公室，我搬离总裁办公室门口那个坐了8年的位置，东西很多，我收拾了整个下午。刚坐在那里的那时候，我才大学毕业。来面试助理那天，何宇问了很多问题，又兴奋地写了一道心理测试题给我。阳光投射过来，
她面容有些模糊，可眼睛很亮，嘴角的弧度也漂亮，挽起的袖子干净利落。她说：“这道题我给很多人做过，只有你的答案与我一样。”那天我们谈了4个小时，期间一个女生不满地进来2次，告诉她还有其他面试者在等。何宇只不耐地挥了挥手：“就是她了，她就是最合适的。其他人你随便面一下吧。”我笑起来，被人需要的感觉，被人全心全意选择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那是父母去世后四处寄宿的我，许久没有体验过的幸福感受。入职东宇科技后，我知道了。面试那天看到的女生叫宋晨，是公司的老板娘，管着财务和人事。过了2年，公司欠了债，何宇被人泼油漆堵门锁，我躲在楼道里报警，哆哆嗦嗦地跟2个要债的混混对峙，护送着宋晨回老家。那天何宇一身狼狈，喝了酒，开车在快速路上疯跑。他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我的手，眼睛不时转过来盯着我。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吗？你敢不敢跟我一起死？我死死拽着车窗扶手，心跳快到想吐，抖着嘴唇，带着哭腔喊：“我们一起活着不行吗？你别看我，你看路啊！”反复几次，何宇大约是发泄够了，把车停在路边，埋着头哭，又靠着我，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宋晨，把他留在这里，却没给他好的生活。天快亮时，他跟我说：“明天你也走吧，我多给你结1个月工资。”我摇头，我们才刚刚同生共死过，你就让我走啊？我不走，你看天就快亮了，晨光熹微。何宇偏过头笑：“冉熙，你的名字真好听，每次喊你就好像把希望一起喊到身边一样。”后来我抵押了父母留下房子，帮何宇还债，跟他熬了3年，把公司拉回正规。又3年，我们拿到了最大的一笔订单。8年了，现在我要搬离这个位置了。我拿出一沓明信片，一张一张翻过去。我跟何宇在一起后，每次出差，我都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他，写上喜欢的诗词。汇报完工作，何宇会搂着我，让我跟他讲诗词的故事，讲当地的风物，摸一摸我的头，然后把明信还给我。都是你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心意，你当然要帮我保存好。我这样马虎，丢了你会哭的。我笑着说好，一存就存了3年。原来它不是保存不好明信片，只是我的明信片不需要费心保存罢了。毕竟比明信片更薄的信笺，它都保存的那样好。可是那枚游戏币再刻一道，何宇就只剩1次机会了。临近下班，我看到行政把我的旧桌椅扔在了楼道，跟普通的椅子不一样，带着高高的靠背。那时候忙，每天12点多才下班，一天坐16个小时，坐得腰疼。何宇买了这把椅子给我，一边组装，一边跟我说椅子的功效。在工作间隙，何宇也能挤出时间给我留下一点甜。我有些难过的扶起那把旧椅子，想搬回自己办公室。宋晨跟着何宇走出来，递给我一把钥匙：“冉熙，供应商送了海鲜过来，你跟宋晨一人1份，你帮宋晨送家里去，我们去赶个饭局。”我拿着钥匙盯着何宇，他拍了拍我的头，步履从容地越过我，视线扫过椅子，又漫不经心地挪开。宋晨冲我说了句辛苦了，跟在何宇身后走了。我把椅子拖回办公室，蜷在上面，抱着靠背哭了起来。我们交往3年，公事私事夹杂在一起，忙得没有节日，也没有纪念日，只有这把椅子是我能时时刻刻看到的甜蜜回忆。可是何宇已经忘记了。电话突兀地响起来，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我接起来：“冉小姐，
你体检时乳腺检查出肿块，需要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我怔怔地摸了摸胸口，好像不是很疼，甚至不如在游戏币上刻字时那样揪心。我看了看时间，饭局还没有结束，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给何宇打了个电话。何宇刚刚接起电话，我的声音就带着一丝哭腔：“何宇，我体检结果不好，我可能长了乳腺肿瘤。”何宇的声音紧张起来：“你别慌，不一定就是恶性的，我马上想办法联系肿瘤医院的专家，我们明天一早就去检查，好吗？”我感到一丝慰藉。何宇的紧张和关心让我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慌中找到了依靠。不管怎样，何宇还是在意我的。那你晚上能来陪陪我吗？我难受。何宇沉默了一下，你先把今天的事情做完，把明天的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回家休息，明天一早就能看到我了。你要听话。我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说了声好。何宇便挂了电话。我在工作群里安排好明天的任务，载着海鲜去了宋晨家。打开房门，玄关的鞋架上摆着男士拖鞋。我慢慢走进去，目光在房间里游移。何宇的影子在这个房间里无处不在，让我无法逃避。茶几上，他最爱的香烟还剩半包未动。烧水壶旁边的普洱茶饼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冰箱门上的合照里，他们的头靠亲昵地靠在一起。冷藏室里羊排包装上赫然标着何宇专属。卫生间里甚至放了电动剃须刀。我感到一阵眩晕，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在无声地嘲笑我的无知。我拍下照片，打开手机，想要质问何宇，却看宋晨更新了朋友圈。一间绿植环绕的餐厅，是我带何宇去过的地方。那家餐厅很浪漫，会给用餐的人拍照，会询问用餐人的称呼，做好名牌摆在桌上。那时候，何宇指着名牌上的何先生、冉女士对我说：“这么隆重，我可不能带别人来。”不然我的名字就要跟另一个人并排在一起了。可是今天，宋晨的朋友圈是他们在餐厅的合照，配文：6年前的遗憾终于不再让我夜不能寐了。原来没有什么饭局，何宇可以因为我的体检结果紧张，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对着他的白月光温柔缱绻。我拨通了何宇的电话，极力控制自己的声音不要哽咽。你今天的饭局是陪宋晨的饭局是吗？感谢他给你拉了一个没影子的项目回来，我只是陪他过个生日，你不要多想。何宇的呼吸声变比往日更重，声音变得低沉。我还要怎么多想？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你连他家里的钥匙都有了，他的房间里都是你的东西，难道不是我平时想太少了吗？我如果真的跟他有什么关系，怎么不藏着掖着，还让你去送东西？我的声音冷了下来，轻轻地问他：何宇，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但爱2个可以藏得住，不是吗？何宇的声音尖刻起来：冉熙，你现在跟我说话只会用反问句了是吗？反问句代表什么？我教过你吧？训斥了我一句，他又软化了语气。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不要带上宋晨。医生已经约好了，明天早上我去接你。没有等我回复，何宇切断了通话。我拿着手机捂住了眼睛，忍不住笑出了声。无论是作为上级还是作为男友，何宇总是这样从容地支配着我的一切。我感激他，崇拜他，服从他，像乖巧的狗一样仰望他。我按照他的要求磨练自己，在酒局上游刃有余，追着客户谈需求，完成验收保证回款。我为他通宵达旦，为他早生华发。可是何宇，你就算把我当条狗，也不能让我吃馊饭吧？我拿出那枚游戏币，
上面的每一道刻痕都像锋利的刀片划过我的心。如果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它的正反两面都会被正字填满吧。何宇，我想离开你了。早上6点多，何宇来接我，他伸手想来扶我，被我躲开。那双拉过别人的手，真的恶心。他顿了一下，脸色有点不好看，还是跟着我往车位走。宋晨坐在驾驶位上，笑容在清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灿烂。说了声早，我豁然回头，心中涌上一股莫名的怒火和背叛感。为什么他一大早就坐在你的车里？你们昨天一直在一起。冉西，医院那边停车要排很久，小陈把我们送到门口，再去停车。我们可以先进去检查，我们就不能打车去吗？下午还有会，没车不方便，别闹了好吗？何宇的声音不容置疑，他用力地将我推进车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我噙着泪，僵硬地坐在后座，看着前面的两人一路讨论着工作。确切地说，是何宇事无巨细地叮嘱宋晨，是我在何宇那里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待遇。到了医院，何宇陪了我一会儿，就出去接电话了，我便自己去找了医生，确诊是肿瘤，不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需要穿刺检查。我失魂落魄地走出诊室，在楼梯间看到了何宇跟宋晨凑在一起说笑的背景。我听说乳腺肿瘤切除的话，要把乳房一起切掉，你担不担心呀？当然担心啊，你还是很在意他的呀。宋晨突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昨天不是还说对他只有感激吗？何宇声音轻佻，是担心他以后脱了衣服我硬不起来。宋晨捂着嘴笑起来，你怎么还跟大学时一样不正经？双腿突然变得无力，我晃晃悠悠地走过去，推开了楼梯间的门。何宇回头，脸上玩世不恭的笑容凝固，尴尬在他眼中一闪而过，又很快调整好表情，拿过我手里单据。医生怎么说？确诊是肿瘤吗？见我不说话，伸手要抬我的下巴，我偏过头，扇了他一巴掌，捂住胸口，带着哭腔骂：何宇，你怎么这么恶心我呀？你背着我跟别的女人调情就算了，还要拿我开黄腔。别哭，我只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不知道你在我身后。你病了，情绪不要这样激动。何宇摸着我的头，靠过来哄我，想给我擦眼泪。我狠狠地推开他，你不要总是摸我的头，摸我的头。我是你养的什么很贱的狗吗？摸一摸头就能对你摇尾巴？你跟宋晨这样荤素不忌，大可以跟我分手了去追他，不要在这不清不楚的吊着。我没有要跟他在一起，我只是当年没有好好照顾他，让他担惊受怕，想要补偿他。昨天也只是去吃了个饭，我们没有做出格的事儿，所以你要一直补偿下去。他想做你的助理就做你的助理，想跟你吃饭就跟你吃饭，我是不是还要像以前一样帮你们定位置啊？何宇烦躁地扯开领带，我没有让你给我们定位置，你现在的职位也不需要做定位置这样的事。我终于哭了出来，重点是定位置吗？重点是你要跟他吃一辈子饭啊！我跑下楼梯，直到坐上出租车，何宇也没有追来。回到公司，我打开电脑，写了一封辞职信，打印好，又点开项目文件，整理交接需要的文档，梳理好工作流程。我看着画得整整齐齐的流程图，每一个分支都严格按照何宇的要求向右展开，自嘲地笑了。冉西，你真是一条被驯服的好狗，可是狗急了也会咬人的。我不会棒打鸳鸯，我只会釜底抽薪。希望你们没有柴，也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何宇下午就回了公司，喊我去他的办公室。
我带着辞职信走了进去。早上是我不对，我只是跟小陈开个玩笑。你看，我提前去见了客户，下午的会也安排人替我去了，马上就回来陪你了。我把辞职信抵在何宇胸口，我要辞职。何宇拿过辞职信看了一眼，却没当回事。冉熙，你生病了，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我给你放1个月带薪假，智通集团的项目验收完你就去休假，好不好？这就是何宇，他可以板着脸训斥我，也可以在我不忿的时候软了声音哄我，迅速而精准地拿捏我所有的情绪，只顾从容，胜券在握。我不是生病了，心情不好，是你让我心情不好。我不是要休假，我是要辞职。话音刚落，宋晨拿着文件推门进来，看也没看我，直直地走向何宇。阿宇，你看这栋楼，我们已经看了好几次了，那边还等着回话，被冉副总压了3天，到现在还没批，再不批我们就来不及装修了。宋晨一口一个我们，声音像针刺一样令人难受。何宇不悦地看了我一眼，拿过文件签字。好了，我批了，打款吧。你准备一下贷款的材料，装修还找常用的那家。宋晨雀跃地从侧面抱了何宇一下。阿宇，谢谢你啊，然后走了出去。何宇注视着宋晨的背影，露出一个怀念的笑。何宇，我会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回头，只要你选择我，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帮你。我拿出手机，点开一张照片，那是嘉诚科技的年会。宋晨挽着一个身姿挺拔、面色冷淡的男子，旁边是敬酒的员工，被已婚的白月光拥抱。这么让你怀念吗？何宇看了一眼照片，抬起头来，眼神暗了下来。你调查他？小陈过得不好，结了婚没有工作，天天看婆家脸色，我只是帮他一把。原来如此，怪不得何宇如此坦然，他只是觉得在帮宋晨的忙，工作出了问题，帮他兜底。他拿了项目来给他投资，他要给宋晨无限的底气，让他幸福快乐，哪怕不是以丈夫的身份。可是我呢？何宇从来没给我兜过底，惹客户不高兴了，我要自己喝酒道歉；项目变更了，我要自己加班赶进度；想要后续合作了，我要凌晨3点陪客户的父母看升旗，看得高兴了才跟我谈。我在何宇的公私分明里，一点一点给自己抠糖吃。可我们是男女朋友啊，我不是我俩的 CP 粉啊。我怔怔地看着何宇，带着最后一丝期待问：何宇，你真的爱我吗？不是因为感激我当年没有离开，是爱我才跟我在一起的吗？何宇不耐烦起来：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那些重要吗？你不要总提以前怎么样，你跟着我这些年，工作能力没有提升吗？工资没有领吗？你今天到底闹够了吗？闹够了。所以我要辞职，我要跟你分手，你尽快签字吧。何宇，我不想再仰着头跟你摇尾巴了，不想一次又一次问你爱不爱我了。那枚游戏币我不想再氪下去了，不到3天，我就能在上面刻下2个正字了。我关上总裁办公室的门，掩住了何宇压抑着愤怒的声音。冉熙，你想好后果再做决定，我这里可没有后悔药给你吃。宋晨从座位上站起来，冉副总要辞职，现在是我负责财务和人事，离职手续我可以帮你加急。我笑了，你结婚了，为什么还要回来搅和在我们之间？你这么上赶着当第三者吗？你知道阿宇真的爱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吗？你不知道，要不要我来告诉你，何宇情窦初开是什么样的，为爱痴狂是什么样的，撕心裂肺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我从见到你的那天就很讨厌你，讨厌你跟何宇一见面就聊了4个小时，
讨厌何宇动不动就在我面前说我哪里又不如你，讨厌你躲在暗处偷偷觊觎他，你才是第三者。你像条赖皮狗一样围着他转了8年，偷走了他6年。我不需要跟你争，太掉价了。你根本不了解何宇，看到你他就会想到那些狼狈不堪，可是看到我他只会想到他当年的意气风发和后来的爱而不得。我只需要给他一点甜头，他就会把最好的给我。他不只是要弥补那些遗憾，他还要证明自己今非昔比了。宋晨笑得从容得体，谢谢你打下的江山。我笑纳了，我点点头，你说的对，祝你工作顺利。回到办公室，我拨通了嘉诚科技总裁贺家的电话。我男朋友和你妻子在一起了，我想跟你聊聊。电话那头传来了长长的沉默，似乎在努力消化这个消息。许久，贺家说：“可以，我们见面谈。”我坐在贺家对面，简单说了宋晨跟何宇的事，又拿出一沓照片给他。贺家表情算得上克制，只捏着照片的手因过于用力而变得苍白。所以你找我是想要做什么呢？让我挽回我的妻子，让她离开你男朋友？我很抱歉，我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对宋晨有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些照片只是我的敲门砖，我是来跟你谈业务的。我拿出一份方案放在他的面前。我知道你在争取智通集团明年要上的27项目，我可以帮你。贺家看了一眼方案封面，摇了摇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思，我觉得我不需要竞争对手的帮助。我笑了一下，贺家是一个谨慎、冷静，不会被感情左右的男人，很好的合作伙伴。不，你需要这个项目17只完成了定点实验，27才是完整功能。你也许知道系统处理的基本业务，但是你了解业务流程的全部细节吗？你知道每个部门、每级管理想看的是什么数据吗？你知道27真正的难点在哪里吗？这些我全部都知道。嘉诚能不能中标，要看你的本事，但是我能保证，东宇一定中不了标。贺家摩挲着方案封面，打量了我一会儿。你似乎还是东宇的员工，这样做不太好吧？马上就不是了。说来巧了，智通集团的27方案是何宇带着你妻子做的，我写的批注他们一条也没有看。你手里这一份是我私下做的，你想得到什么？在合适的时候收购东宇科技。何宇，你毁了我的爱情，我就砸了你的饭碗。情债钱偿，天经地义。辞职申请一直没有批，我也不急，按部就班的把手里的工作都交接了出去。一切需要做决定的事都让他们直接找何宇确认。我约了大夫做了穿刺检查，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按时下班，早睡早起。何宇躲了我1个星期，终于说要跟我谈谈。我推门进去时，宋晨也在，他站在何宇的老板椅旁边，抿着嘴看过来。何宇看上去有点累，一手撑着头抽烟，一手拿着手机发消息。往常我早就上去关心他，这次我没有，找了张沙发坐下等他开口。何宇大约是姿势摆不下去了，或者消息发完了，把烟架在烟灰缸上，咳了一声。冉熙啊，贷款的事有点麻烦，小陈不如你熟悉那些材料，银行那边不愿意跟他谈了，你能不能帮他跑一跑？我看着宋晨瞬间僵住的脸，点了点头，可以呀。何宇激动地抬起身子要站起来，你说真的？有2个条件。何宇抬起的身子又坐了回去。第一，批准我的辞职申请。第二，把这年欠我的项目分成给我。我已经要辞职了，没道理再把钱留在公司跟你合股。何宇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他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做他的员工，他给你发1000块钱都觉得自己亏了；你做他的朋友，他花上几万块钱请你吃饭也不会眨眼。我问他要钱，大概是戳了他的肺管子。宋晨在一旁劝阿宇，冉副总辛苦这么多年，现在要走了，不要计较那点小钱了，多伤感情。何宇恼怒地甩开他的手，你懂什么？宋晨红了眼眶，可是这次何宇没有哄他，他不知道那点小钱有100多万，我没兴趣看他们表演，起身离开了。隔了2天，我收到了财务的打款，何宇拿着签好字的离职交接单，第一次走进我的新办公室。他看了一圈，问我：“你那把旧椅子呢？”我那天看你拉回办公室了。原来他还记得，他只是在不需要在意的时候视而不见罢了。废物利用，拆了给流浪狗当狗窝了。何宇一把按住我的肩膀，将我禁锢在座椅里，因为太用力，额头上冒出汗来。我就送了这么一件东西给你，你为什么要糟蹋了？他攥得我肩膀生疼，我没有反抗，慢慢抽出一张纸巾给他擦脸。出这么多汗，宋晨只给你补肝，不给你补肾吗？你衬衫上怎么红了一块？有艳遇呀？何宇迅速松开我，低头在身上查看。骗你的，没有红。其实我挺能对的，很习惯在项目会上跟人唇枪舌战，只是他没见过。何宇涨红了脸，摔门而去。他也不是能时刻维持住从容的姿态。我带了财务去银行谈好了贷款，留下他对接，自己去了医院。我坐在候诊区硬邦邦的塑料椅上，听着心脏在胸腔里咚咚作响，每一次跳动都像是在倒计时。良性和恶性2个词在脑子里拔河，反复拉扯着我的神经。身边的椅子突然沉了一下，我侧过头，贺佳坐在我旁边。你怎么在这？着凉了，拉肚子，来开点药。我没再继续问拉肚子为什么要在肿瘤医院开药。贺佳低着头看手机，身上的温度透过衣物传过来，持续的暖意，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安抚。我慢慢闭上眼睛，垂着头等待。多可笑！这样重要的时刻，在我身边的是情敌的丈夫。广播传来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走向诊室。良性。医生说出这2个字的时候，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世界在那一瞬间静止，又重启。我捂着嘴哭了出来，颤抖着声音不停地跟医生道谢。走出诊室，贺佳等在门口，看着我如释重负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看来我们的合作有了第1个好消息，还是要做手术的。那手术成功就是第2个好消息。到家的时候，竟然看见何宇坐在楼下的花坛边抽烟，看到我过来，掐了烟走过来。冉熙，你能不离开我吗？分红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消气了吗？我真的离不开你。宋晨每样事都不如你做得好，不是得罪客户，就是发错邮件。你心疼我，回来帮帮我，行吗？所以你是在求复合，还是在发招聘简章？何宇噎了一下，我没有同意分手。等智通集团的项目结束了，我们还要结婚的。你爱我吗？要跟我结婚？爱的，爱你的。何宇犹豫了一下，最终像是说服自己一样，连说了2遍爱。我在心里给何宇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拿出那枚游戏币丢过去，步履从容地越过他上楼了。你骗骗自己就行了，别把我给骗了。何宇也许爱过我，也许没爱过，可那都不重要了。从贷款谈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不能，也不会再回头了。我可怜过他，爱过他，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我不会让自己倒霉一辈子。感谢这一场盛大的死而复生，让我可以从容地面对得到又失去，付出换不来等价的回报。
我现在只在乎3件事：一我的钱，二我的健康，三我内心真正的快乐。第2天，我睡到中午才起，化了淡妆，挑了平时不会穿的羊绒大衣，打了车去公司拿东西。办公楼门口，宋晨指挥人装指纹锁，看到我来，站在台阶上笑：冉小姐，公司今天换锁，冉小姐不是公司的人，就不用录指纹了。以前的门卡已经作废了，你就不用特地拿回来了。他拦在门口不让我进去，拿出一沓明信片。你是来拿这个的吗？我已经替你拿过来了，好好接着吧。明信片被宋晨扬了一地，他第一次露出快意的笑。不告而取谓之妾，昨天才骂过我是小偷，今天回旋镖就扎在自己身上了。宋晨的脸气得一阵红一阵白。别以为何宇昨天去找你了，你就可以得意，你别想再回来了，那可由不得你。祝你工作顺利。我冲他点点头，踩着满地的明信片离开。我想拿的只有那些笔记，项目的心得，客户的心思，都被我详细的写在笔记里。曾经，我把那些义无反顾的付出当成博取爱与权力的筹码。当我不在，我把何宇的爱与自我价值捆绑在一起，我才真正学会了爱，真正拥有了权力。那个冬天，研发部的小姑娘隔几天就发消息跟我吐槽，那个新办公楼设计图看上去好贵呀，比我们这边豪华多了。是啊，我跟装修公司打过招呼，务必给宋晨一个至尊豪华套餐。智通信息部的人好难搞啊，每次去都提几10条要求，天天加班改，一直不签字验收。我知道呀，因为信息部的负责人和立项的高层是不同派系的呀，没有拿到好处，怎么会签字呢？老板给了宋晨好几个客户资源，一个新项目也没谈成，老板骂了他好几次了。年底了，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哪个公司会再开新项目？公司好像没钱了，这个月只发了半薪，保险公积金都停了。宋晨天天找茬扣钱，那肯定啊，那么大一笔贷款，每天睁开眼就要还银行利息，公司根本吃不消。可惜何宇跟宋晨当初完全不想听我的汇报，宋晨那个培训学校没办起来，何总跟他吵起来了，在走廊拉拉扯扯，还把他推倒了。我这次是真的笑了，等了这么久的雷终于爆了。那个园区是工业用地，按照商业的价格卖楼罢了，根本注册不了培训学校。我查了很久规划，本想辞职前告诉何宇，可惜他不想要这个机会。我那天做完手术，正在病房休息，笑得太开心，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贺家正巧来探病，我告诉他合适的时候就快到了。贺家点点头，递了个削得坑坑洼洼的丑苹果给我，以苹果代酒。出院那天，何宇又在我楼下抽烟，我提着行李走了过去。何宇双眼熬得通红，头发略有些凌乱，却端正了表情，摆出一副深情的样子。冉熙，智通的项目结束了，我们结婚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明信片，你看，我把这些都捡回来了，我有好好保存的。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是真的离不开你。我给你买锦绣家园的房子，给你加薪，你还做我的助理，还像从前那样陪着我，好吗？事到如今，他还理所当然地觉得，只要他稍微对我好一点儿，说一句跟我结婚，我就会摇着尾巴欢欣鼓舞地跑过去。可是他捡起来的这些东西，我已经不要了。这么爱我，不知道我今天刚出院吗？别摆出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白嫖打工人了。智通集团的验收过不了，是因为你少拜了码头，去给信息部多送些好处吧。我转身上楼的时候，何宇果然没有再跟过来。
我从窗户向下看，何宇站在原地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这就是我追逐了这么多年的男人，他比谁都清醒。我点开手机，智通集团信息部负责人发来了消息，这个项目当然会顺利结束，只是没什么利润罢了。一期不结束，怎么开二期？何宇，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过完年，智通集团2期项目开始招标。我在家里开了视频会议，跟贺家完善方案。开标那天早上，我坐在嘉诚科技的商务车上，拿着笔记本一条一条地讲述评审会上可能会被问到的内容。讲完抬起头，看到一圈乖乖做笔记的小学生，忍不住笑了起来。贺家问我笑什么，我抹了下眼角。上次这么一条一条汇报的时候，被狠狠地打断了。贺家摆出一副郑重其事的表情。我一般不打断别人，我时间特别多，品德特别好。原来他还是一个会讲冷笑话的男人。下车的时候碰到了何宇，他眼里泛着血丝，眼角的细纹因疲劳而变得明显，衣服上带着久坐的皱褶。看到我们时，一副捉奸的表情，哑着嗓子质问我：冉熙，你怎么跟他凑在一起了？你就是为了他不愿意回来跟着我吗？我看着他一副通宵忙碌完的样子，不客气地笑出声：何总看上去挺累啊，你的新助理不好用吗？怎么有气无力的？何宇阴沉着脸往我身前走了2步，被贺家挡住。我探出头嘲讽他：何总，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后面还有更需要你急的事，我怕你待会儿情绪调动不起来。还有，跟我说话别用反问句。评审会上，我作为评审专家之一，提出问题，在旧系统厂商倒闭的情况下，新系统如何完成数据迁移。我看着何宇在台上杂乱无章的回答，每一句话都像是随意搭建的积木，堆成一座摇摇欲坠的宝塔，就像现在东宇科技。而贺家的迁移策略是我们反复讨论后的最优解，最终嘉诚科技拿下了这个项目。何宇在停车场拦住我，红着眼睛质问：你为什么是评审？是不是他让你离开我，算计我？我拿出一本证书对到他脸上，这是去年5月你说要跟我结婚时，我悄悄去考的，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你喜欢吗？我红了眼眶，手中的证书微微颤动，想起那些熬到凌晨4点的日子，那些做过的笔记写干的墨水，一个甜蜜的惊喜，最终一步一步被逼成了复仇的武器。贺家走上来，抽走了我手里的证书，看了看：我们公司高级工程师有补贴，来吗？我的眼泪绷不住掉了出来，一边笑一边手忙脚乱地擦。来，没有进项，欠了大笔贷款，又拆借了不少资金，东宇科技终于支撑不住了。贺家顺利地完成了收购。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拿回了那些笔记。何宇跟在我身后进来，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不如意。时间仿佛回到了6年前，可是我已经不会再可怜他了。与他相关的所有感情都跟着我胸口上的肿瘤一起被剔除得干干净净。冉熙，这些日子公司不行了，我才有时间回想我们在一起的这几年。宋晨回来求我的时候，我真的挺激动的，好像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落魄。我什么都想给他，我想证明自己又成功了。但是他在我身边的这些日子，我却每天不顺心。他样样都比不上你，做的文档没你整齐，带他去饭局，被人开几句玩笑就黑脸。我那时候总想，要是你在，肯定不会搞成这样。我们真的没有可能再重来一次吗？这次我会好好爱你的。我给你的游戏币你还带着吗？带着的，我一直带着。
何宇眼睛里重新泛起了光，掏出游戏币给我看。我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我带你玩碰碰车，你一边笑一边指挥我撞过去。我们买了2个冰淇淋，互相换着吃。我打断他，然后你因为过山车排队太久，不耐烦地把我扔下自己走了。何宇的声音被卡住，脸上的肌肉僵硬而滑稽。你可能到现在也没发现上面的刻痕。你因为宋晨伤害我一次，我就刻一道。可是那3天，你伤害我的次数太多了，我不想刻了。那不是一个甜蜜的回忆，是你伤害我的记录。何宇眼睛里的光彻底熄灭了。我不再理他，走出办公室跟贺家会合。何宇仍亦步亦趋地跟着我。总裁办公室的门开着，贺家坐在沙发上，看着宋晨对着他声泪俱下。老公，我这几个月在外面打工好累呀，我知道你上班不容易了，不会再动不动就跟你闹了，你原谅我吧。你第一次离开我，是我辞职创业，没什么收入的时候，后来公司上了正轨，你回来了，我还是喜欢你，跟你结婚了。你第2次离开我，是公司的项目因为疫情都在延期，一直回不了款。后来我拉来投资，公司恢复正常，你又回来了。我也没有再提你在老家跟别人暧昧不清的事。这是你第3次离开我，我的合伙人撤资，带走了公司一半资源，我资金周转不过来，你怕我负债，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事不过3，我的律师会带着你2次出轨的证据，跟你谈离婚的事。贱人，你居然骗我！何宇骂了一声，从我身后窜了出去，跟宋晨厮打在一起。一切回到6年前，可他们再不复当年。贺家站起来，系好西服的扣子，笑着问我走吗？我的新任合伙人。我点点头，走吧。屋外阳光正好，花开满枝，无需谁的赞美垂怜，便是这春日里耀眼的风景。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